是这样，开高速公路，我忽然就是说，心悸啊、头晕啊什么等等，一直想找那个交流道下去，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开下去。那我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好像没什么特别毛病。比如说有过这个依附关系的失落啊，当依附关系的失落的时候，可能就会对于生命的基本的安全感它是不见的、消失的，甚至会有死亡焦虑的一些状况。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恐慌，他们常常有说不出的苦。对，有时候他们每次被送到急诊，检查都没有问题，他应该要寻求正确的管道、正确的医疗。健康新知识，带您重新开始新生活。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天胜医师，我是马欣怡博士。今天的节目里面要和大家来谈一谈恐慌症啊。恐慌症的发作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吓人的，但是很少人呢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正在发作恐慌啊，只感觉到说好像突然排山倒海的恐惧啊，然后心跳加速非常快，胸痛、头晕，没有办法呼吸，觉得好像空气都不见了哈，全身又冒汗，然后发抖，以为自己是心脏病发，快要死掉了哈。结果到医院去呢，检查心脏，检查这个肠胃做了24小时的运动心电图。跑了这一科，跑了那一科，通通检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那这些都是恐慌症的症状。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恐慌症，还有我们怎么去因应它。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施俊腾心理师，第二位是范德正先生。恐慌症呢，它其实是蛮特别的它很多的症状呢，一般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遇到重要的场合呢，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心悸那事情多、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胸口闷闷的。生活中难免大大小小，我们有些恐惧，有些害怕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是得了恐慌症所以我们首先先请到我们施心理师为我们说明一下恐慌症常有的症状是什么，那它的诊断标准又是什么？那么恐慌症的话，它其实是反复跟非预期的一种恐慌发作反复就是说可能要2次以上的恐慌发作那恐慌发作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强烈而且巨大的一种恐惧感。那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达到那个恐惧的最高峰，然后接下来在可能20或30分钟之内，那慢慢就降下来了那看起来好像是时间很短的一个恐慌发作，但是其实那一个发作起来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害怕，然后会有一种甚至快死掉的感觉那恐慌发作它的症状的话，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很包括比如说像心悸心律不整然后或者是流汗突然会流很多汗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呼吸可能会觉得很短促，然后觉得呼吸不顺畅或者是喘不过气来那这个时候可能喉咙会有梗塞感然后再来就是很胸痛胸闷然后也有可能是觉得快晕倒了觉得这个步伐不稳，然后好像站不稳，快晕倒。那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恶心的感觉，然后或者腹部不适的感觉那再来就是说可能会打冷战发抖或者是发热，或者是身体会有一些异常的感觉，比如说异常的麻木感
或者是异常的一些其他的感觉。那么有时候也可能会有，比如说失去现实感的感觉，突然觉得，我跟这个环境好像失去连结了，我没有办法辨认出我现在在哪里，我没有办法跟这个环境有连结。有的时候可能是失去自我的感觉，我突然对我的感觉很陌生。那也有可能是会害怕自己失控，害怕自己在公众场合突然恐慌发作，然后会失控。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可能会害怕自己快要死掉，因为这个感觉在心理的主观里面是这么的真实，所以甚至会有一种害怕自己要死掉的感觉。那么以上所述的这些症状呢，如果出现4项以上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有恐慌症的状况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恐慌发作它就一定是恐慌症，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社交焦虑啦，或者是特定场所的这个畏惧啦，或者是说有这个创伤后压力症的人他们可能在特定的情境场合里面也会有恐慌发作的状况。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排除掉，如果是身体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用药的一些状况，也有可能引发恐慌的发作。所以说，正式的一个诊断呢，我们还是需要由这个精神科医师来针对你的状况来做一个诊断。是，施心理师说的症状，其实好像真的很常见好像我们平常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那甚至说好像呼吸不过来，很紧张啦。我想好像现代的人，尤其在很多的压力之下，好像也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状况那包括我自己呢，我自己也曾经恐慌发作过我想这个其实那个刚才施心理师讲到的这些症状，真的几乎都有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真实，而且非常非常吓人的，真的是它让你恐惧到慌的感觉，就是那恐慌那接下来我想还是请徐医师也是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在这个身心理的角度来说，恐慌症为什么要发生它有什么原因？那目的是什么？那中间的核心关键又是什么呢？是所以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对于刚才施心理师对恐慌的诊断也好症状的描述也好，其实都非常的详尽。可见我们的施心理师是一个临床学养相当丰富的一个心理师。好，所以今天在谈恐慌症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也是挺恐慌的因为说实话，我虽然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也是一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我也是一个恐慌症的患者。所以刚才施心理师提到的这种喘不过气或是心悸，那甚至在当下你甚至是相信自己就马上要死掉的这种感觉其实我都曾经发生过。那所以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第一个，恐慌属于焦虑症的一个项目。那它的特征是以生理现象在3到10分钟之内达到一个最高峰。那很多恐慌症的患者，甚至都会觉得自己当下就有生命的危险，吸不到气啦，心脏病发作，那会叫救护车。是好，所以他们可能都有多次急诊的经验。那在心脏的超音波的检视之下，可能有轻度的2尖瓣脱垂。好，所以恐慌症其实是现代的文明病像刚才马博士提到的现代人的压力大，经济压力大整个社会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坚强。好，可是常常我们面对很多的害怕跟恐惧，我们会不断的压抑，所以它其实是内在的自律神经失调，伴随着强大的恐惧能量，而再透过生理现象释放出来的一种状态。对，内在的恐惧是内在的巨大恐惧能量的释放。所以从身心灵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去面对
我们内在有多少累积的压力，是累积的恐惧，对，甚至我们要开始去检视，到底我在害怕些什么。是，对。徐师，这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现代人很多都是害怕、恐惧这些很脆弱的一些心情哦，可是都不太容易能够表现出来或表达出来哦，因为这个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过于脆弱，然后不够坚强哦，所以不太敢表现出来。那另外，其实跟恐惧相关的一些症状，其实也蛮多的哦。像很多朋友会问到说，幽闭空间恐惧症，那这个也是属于恐慌发作吗？哈，或者说在精神医学来讲，就是怎么去看这样的问题？是，在过去的精神科的诊断，那恐慌它会分成，比如说伴随幽闭空间恐惧症，或是所谓的惧况症。是，但在最近的诊断其实有一点点变动哈。是但是我先来谈谈幽闭空间恐惧症。比如说有些人害怕坐飞机，有些人进入拥挤的电梯会开始恐惧，对，或有些人害怕进隧道。所以恐慌症的患者有一个特质是，他会担心狭小的空间。好，那这里为了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分享哈，我也得讲自己的亲身经验了哈。真的很不好意思哈。有一次在我自己恐慌状态之下，然后那时候可能身体又不是很舒服，又穿了一件比较紧身的大衣。我记得我进到飞机之后，在小小的空间里面，你突然觉得自己吸不到空气，你那瞬间你突然觉得等一下这辆飞机会掉下来。对对，我跟大家讲，所谓的幽闭空间恐惧症是他会想冲出去。是，好，所以那时候我就拿起了我随身的包包，我就告诉空服员说我不舒服，我要离开这辆飞机。然后他就很关心嘛，说先生你怎么了？需要我帮你找医生吗？我说谢谢你，不用了，我自己就是医生。结果我就从飞机上，从上机的沿路走回去。哇！同时觉得自己好丢脸，同时觉得好释放。对，因为当你在那个空间之下，你真的很害怕。对，你真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累？你真的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大口的吸气？所以恐慌有一个症状是吸不到气。那同时我也会去思考，到底现代人承受了多少的压力？我们有多少的内在的自己想逃走？对，想逃离这个空间。是，所以任何的狭小的空间都会引爆我们的恐惧，因为我们好想逃啊。所以外在的狭小的空间，可能也代表我们内在其实也被挤压到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了。是，对。所以刚刚徐师其实也讲到说，这个恐慌跟焦虑是非常相关的哦。那关于这个焦虑的部分，我也想要请教施心理师哦。其实，我们很多恐慌症的患者其实有这个预期性焦虑，对，那这个是什么？什么叫做预期性焦虑？恐慌发作的状况之后，是，那么可能在生活中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坐久了以后或站久了以后，移动一下身体可能会头晕，或者是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恶心或者是腹部不舒服的状况。那么对一些恐慌症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这一些讯号好像是要告诉我说恐慌快要发作了，那么他们就会预期性的焦虑，就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快要发作了，那么其实预期性焦虑跟真实的恐慌发作，其实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真实的恐慌发作的话，它会伴随着自主神经的一个唤起。就是像刚刚讲到的这个心悸啦，或者是胸闷、胸痛啦，它是会有很真实的这个身体上的感受的。那么预期性焦虑的话，它比较是在那边担心担心自己的一个恐慌的发作，但是事实上它并没有真的恐慌发作。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其实也会给他的生活很大的负担。比如说他会逃避去人多的地方，可能发生恐慌的地方，因为他害怕在那个地方，如果他发作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忙，或者是说很丢脸，在那里好像失去控制会很丢脸，所以预期性的焦虑，它常常也是对一个恐慌症的患者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所以这一部分我可能也要做一点补充，因为预期性焦虑如同刚才的施心理师提到的，恐慌症的患者会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害怕。举个例子来讲，我曾经在这个槟城机场，那时候刚好拉了一整天的肚子，恐慌又发作。我真的不骗大家，在那一瞬间，你真的会觉得你的心脏有长肿瘤。那我就开始用我的医学知识开始搜寻，我的心脏会长什么肿瘤？是黏液瘤呢，还是其他的良性肿瘤呢？那时候我几乎要叫救护车。对，几乎要叫救护车。那因为恐慌的人，他经历过他觉得快要死掉的感觉，所以他开始会有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所以像刚才施心理师提到的，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再也没有办法开车上高速公路是有些人必须要从1楼爬楼梯到12楼，因为他不敢坐电梯。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没有办法走雪山隧道，他要走原来的9弯18拐。对，因为雪山隧道太长了。有些人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一辈子无法坐飞机，甚至到美国去，他要坐船，那现在可能没有船可以坐。所以预期性焦虑会导致恐慌症患者很多的避免行为，造成他的 disability， 就是他生活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不便。对，好，所以这时候我也看到很多患者，刚像施心理师提到的，他们害怕去面对，害怕被嘲笑。好，所以我想大声呼吁，恐慌症是一种自律神经失调，是一种焦虑疾患。好，他应该要被好好的面对，它不是丢脸的事情，你也不要害怕去看医生、做心理治疗或求助。而当产生种种生活上的不便利，它其实是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自主度。所以我觉得各位，你不要害怕，真的要勇敢的去求助。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好像越害怕，然后越容易发作。那发作了之后就越害怕，它反而会形成一个比较负向的一个循环哦。那刚才听了许医师还有施心理师的说明哈，我们对恐慌症它的这个发生的原因，还有它的症状，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哦。那现在我们也很开心哦，要请到我们这个第2位来宾哦，也是到我们现场现身说法哦，也是我们好朋友范德正小范大哥哦。那小范大哥您本身就是恐慌症的患者嘛哦，那其实比较严重的时候，好像也有这个幽闭空间恐惧症的症状，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很感谢你来到现场，那我们可以从小范大哥的生命经验里面来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底什么是恐慌症哦。那小范大哥，我想先请教你一下，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你成长的过程，还有童年的经验。讲到我的童年经验，我的成长，其实我爸爸妈妈是个食品界的生意人，对，是。那基本上我妈妈比较强势，那我爸爸比较老实。那我妈妈生了5个小孩，对，我是排行老大，是。那再来就是一个大妹。那我要讲的是说，中间有2个弟弟，对，一个到15岁，一个到4岁就走了啊。对，他们没有念书，对，因为那个15岁那个大弟也没有念书。那后来再一个妹妹，是，对，这是我简单的一个家庭成员的
状况。是，所以排行老大哈，好对像老大的这个承受的压力跟对期待也是蛮对，重的。所以其实有2个因素，我觉得跟恐慌是有关哈。第一个就是因为老大承担的压力比较大，是，那我就特别可怜，我其实本来是老幺，那自从哥哥出家之后，我就变老大，是不得已后天的老大哈。那刚德正提到哈，好像有2个弟弟是在小时候就往生，对，我觉得那会加重这个家庭对于死亡的恐惧。是的，那也会加重父母亲对于剩下的孩子是否会有身体的不健康的一种恐惧能量的投射。是，好，所以很多恐慌症的患者，其实父母亲在小时候对孩子的健康是过度担心，甚至有时候因为过度担心，所以过度被保护。那长大之后，这些孩子就常常会有很多这种恐惧，是因为延伸的父母亲过度的投射对孩子健康的不放心。是的，对，所以等于说，好像那个恐惧是不断加倍上去，对然后这样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去成长哦。那小范大哥，我想要再请问你，跟我们多聊一下哦，就是说你当时候是怎么知道自己有恐慌症？那第一次恐慌发作的情形，你印象中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那是什么状况？第一次恐慌那时候其实也不晓得是恐慌啦，就是蛮紧张的。就是有一次，因为我是业务，对，那去送货到一个巷子里面，那因为没有办法停车，就停在一个店铺的门口。那其实我有跟那个店铺老板打过招呼，我说我稍微停一下送货去，对。那其实耽搁的时间只有一点点，对。可是我后来我就奔跑回来，赶快想把车子开走。是的，对。那时候就像那个心理师讲的，那时候就一直心悸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也因为没有就医嘛，也不晓得这种常识，那我觉得说我哪在紧张啦，我为什么这么紧张这样子？对。那后来比较明显的恐慌，就像刚刚许医师讲的。其实我18岁3个月就考上驾照了，而且我车子开得非常好，我自觉的开得非常好。那后来是像刚刚许医师讲，开高速公路，我忽然就说，心悸啊、头晕啊什么等等，一直想找那个交流道下去，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开下去。对，那时候我后来才觉得说，我必须去医院看一看。对，去检查一下。那我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好像没什么特别毛病。是，那医生就说，那你要不要去？以前叫精神科去看一下，挂一下门诊。对，大概简单的过程是这样子。是我那时候也是恐慌第一次发作的时候，也是吓坏了，马上跑到那个附近的诊所，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西班牙念书。对，赶快就是说，发生什么症状？他们赶快安排我照心电图。所有都正常，测了血糖也都正常。然后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吃药，我说我没什么病的话不要吃了吧。然后就这样回家以后又发作好几次，就很受不了，这样很害怕。所以许医师，你刚才听了小范大哥在讲这个过程哦，就是你对他的性格，这个症状跟我们的性格是不是有一些关联？那比如说小范大哥的性格如何哦？那他到底为什么一直想要找一个交流道下去？他是被什么压得喘不过气，好像要逃走那种感觉。是，其实我自己要讲哈，我也叫过一次救护车。是，对，因为那段时间陪我爸爸去钓鱼。对。然后这个可能有阳光的曝晒，然后一直忙着钓鱼。是，而忽略了也没有喝到水。那时候突然就全身发软，是，又有那种快死掉的感觉。好，所以其实我叫过一次救护车，好，也是到医院去，然后那个救护人员后来就说你自己当医生还滥用医疗资源啊。我说不是啦，我真的觉得我快死掉了。对，所以恐慌症，我等一下要讲哈，他们常常有说不出的苦。对，有时候他们每次被送到急诊，检查都没有问题，然后急诊医生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来了，你没有病。”是患者就会觉得，我真的觉得自己快死了，我怎么会没有病呢？好，这个我们要为他申冤一下。那刚马博士问我哈，这个性格分析
其实恐慌症的患者，刚讲他比较是完美主义者，他从小比较被迫他要坚强，是，甚至比较不能输。那他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本来其实都有一个比较胆小、比较害怕的自己，是，可是那个自己是随着长大的过程是不能被承认、不能被面对。好，比如说我如果举我最近的一个门诊的患者，我也有发现到他也是长得个儿小小的跟本人跟小范一样都是个儿小小的。那个儿小小的人就更不能被欺负嘛，对，就更要好。他其实内心是害怕被欺负的，所以他从小有一个害怕的自己，比如说他可能其实是比较不敢看鬼片的，不敢坐云霄飞车的。对。可是我们的社会对一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勇敢跟坚强。对。所以其实有一个害怕的自己是被压抑的。对，再加上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是有工作压力，我们可能是有经济贷款的压力，对，我们可能被我们的主管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想逃。所以刚才小范提到，他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害怕起来。好，我曾经有个案在高速公路发作了，结果高速公路时速至少要80-90嘛，他竟然开到60，时速60迈，不敢开快，不敢开，就赶快下高速公路因为其实是一种恐惧，恐惧我是不是做不到了，我不行了。对。可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被迫一定要行，所以我们对于承认我们做不到的部分，其实是害怕面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想逃。我们对生病的恐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好，尤其是很多经历过亲人往生的过程当中，他对那种无常、死亡的害怕，其实累积在潜意识。是的。所以当身体有一个风吹草动，所以我常跟恐慌症的患者讲在你发作的阶段，第一个，你不能吃太饱，容易引发发作；你不能肚子太饿。也会引发发作，是你不能让自己太冷，也会发作。衣服穿太多太紧也会发作，然后没有睡觉、过度劳累也会发作。是，也不要喝刺激性的酒精、咖啡饮料也会发作。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各方面安顿下来，其实是可以减缓发作的。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是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是，对，就不能吃太饱。那吃太饱如果会发作，这也可能也可以减肥啦。我在想对，就是其实基本上你的作息这方面各方面其实都要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那时候恐慌发作的时候，也是不敢搭捷运，是不敢搭公车，然后我还搭了飞机飞回台湾。然后那我回到台湾，不敢搭公车，不敢搭捷运，走到捷运的那个入口要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害怕。那就试着走走看，走到一半就开始用跑的，因为觉得那个镜头好像越缩越小的感觉，你就会有这种喘不过气来。不过我非常认同许师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好像要逃离什么地方的这种感觉。那其实如果真的认真回去想的话其实在我念书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多次我也想逃回台湾，对，好想逃离那个念书的压力，好想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可是不敢，是好像有一个被什么样的东西追着跑，对，然后我又被追得喘不过气，是好想逃离，是的，对，像我有个患者，他跟我讲，他没有办法走塞车路段，比如说他开车。如果前面塞车了，他会回头，多走2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再回到家。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被塞在车阵当中？”他就告诉我：“万一我被塞在车阵当中，我心脏病发作了，救护车进不来怎么办？”
是，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种觉得自己身体会出问题，那其实很多的内在的不安全感，内在的一种害怕，对，他克制不住的爆发出来的。是，对。其实如果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像小范大哥，他家里面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变故，那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生过病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对身体的也好，对生命本身也好，或说对生存本身我们很不信任哦。那这些，或者说甚至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对死亡的恐惧，那这些如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害怕跟不安全感？是要等到它发作出来，还是说我们平常可以做些什么？对，所以这里哈，刚刚马博士有提到，我们会用身心灵的观念跟大家讲，是怎么样少量多餐，怎么样分段睡眠。是。那我觉得在心理治疗的层面，因为我们今天施心理师也来到现场哈，所以我其实也想请施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哈，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心理师他在心理治疗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去陪伴这些恐慌症的患者，跟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来面对内在的这个害怕？这很重要。对，在这个心理治疗方面呢，比较表面的就是说，去帮助这个来谈者啊，去这个比如说放松的一些练习啦，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认知的重建，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那有一些治疗师会用到所谓的暴露治疗、行为治疗层面的东西。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是比较当然是比较快速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方法。那么其实很多有一些研究也显示说，恐慌症的患者呢，他们曾经在过往的经验、早年经验里面，比如说有过这个依附关系的失落当依附关系的失落的时候，可能就会对于生命的基本的安全感它是不见的、消失的。对，我这里我有先自首哈，因为可能以前父母亲来自农村，是，那我们又太可爱、太优秀哈，有没有办法依附父母亲？那我也有一个哥哥，我很想依附他，对，就他竟然跑去出家当和尚，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依附关系的失落，所以我觉得心理师讲的真好，来，请继续。那么当这个依附关系的失落出现了之后呢，可能他之后对于生命基本的安全感可能是缺乏的，那甚至会有死亡焦虑的一些状况。是，虽然说死亡焦虑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面对的事情，然后对有些人来说他其实正在面临那个面对死亡焦虑的这个议题。所以说，其实需要去陪伴这个人，看他，他害怕的是什么？他那个深层的害怕是什么？以往我们很习惯用所谓的，当我们有这个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习惯所谓的战胜恐惧，战胜焦虑。很多我们在这个日常文化里面看到的都是战胜，我们要战胜这一个害怕但是其实。在身心灵的学习里面，所有的情绪它其实就只是讯号，它可能代表着一些内在很深的东西。当我们永远都用战胜的态度去面对它的时候，可能有一天，或许它会变成用某种身体疾病的形式来呈现。所以能够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个恐惧跟害怕，而不需要永远都当一个很完美的人，或者是永远当一个不会害怕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我也想来问一下这个心理师哈，你可以现场来跟大家讲一个恐慌症的患者，或是经常焦虑的人，能不能从心理师的专业来跟大家讲，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放松技巧？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放松技巧可以使用，包括这个肌肉放松的这个训练啊，或者是所谓的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正念内观觉察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是说以身心灵来讲，其实有一个东西很好用的，就是去这个诵念的 Om 这个音
那么它可能立即的带来一种平静跟放松。你说的是六字大明咒的第一个音 Om 这个音。对。你会带大家做一下这个 Om 这个音，它比如说它怎么去念这个音，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转成腹式呼吸因为 Om 这个音好像它不只是发这个音是可以安定我们的情绪嘛，好像它也是一个调整变成腹式呼吸的一个练习。是。那么其实，在恐慌症中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练习腹式呼吸。是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Om 这个音如果能够让自己先深吸一口气。对，比如说我们4个人是不是一起来做？对，我们是不是来做给大家看？对，因为我们现场的来宾是不是一起来做？观众朋友们对，来，我们是不是把手放到我们的小腹这里、丹田这里？对，来，那我们请我们心理师来带我们做这个练习。我们把手放到小腹这里，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吸气进来，去感觉那个小腹是慢慢的膨胀起来的。那么当待会要吐气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诵念 Om。然后再慢慢的吸气。那么这就成为一个很简单的可以立即让你觉得有些放松跟舒缓的一个练习。好像做了2下，觉得自己放松多了。觉得胸口好像有比较轻松的感觉。对，不然录节目也是还蛮焦虑的一件事。是，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刚才是心理师讲到说，我们不是用战胜的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战胜好像是跟自己在做某一种对抗，其实感觉会更辛苦所以说好像透过恐慌这些症状，反而是更加去疼惜自己的这些压力，然后这些不容易，好像是比较重要的。对，所以这里可能我也要做一点补充。那刚才施心理师的分享，小范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好像对恐慌症的人来讲，他有一种心情，就是我什么都要自己来，我都要靠我自己，对，我什么都要自己承担。对。比如说马博士那时候好像是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是在要推广赛斯心法觉得自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对，那小范可能那时候觉得要承担家计，然后要把这个业务要展现得很好，所以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都要自己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情。还有心理师也提到，好像是一种情感依附。好，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常常借由某些情感依附来得到安全感。对，所以很多恐慌症的患者，他可能在恐慌发作之前，他经历了哪一些情感依附对象的生病跟往生一个很重的失落。对，比如说那时候我可能是在经历我的父亲生病也好，往生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失去了一个情感依附的对象。那有些人是非常恐惧离婚，就离婚之后他怎么谋生，他怎么活下去。对，那有些人是恐惧失去工作。好，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离开之后，我怎么赚钱？我怎么养活我自己？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当他一想到，他就发作了，对，他就发作了。好，我不能不去做，可是又只能我去做，可是我不想去做又不行。那刚讲一个压力，一个情感依附的失落。那因为我们每天都很忙着工作，忙着应付外面的世界，当我们的内心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我们其实是没有觉察的，而直到恐慌真的发作了，好，我们才真的发现，原来我内在
这么脆弱，是原来我这么想要得到关心，原来我这么需要被爱，对原来我很想说我做不到，行不行？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恐慌发作的时候，我每天问我太太100遍，我可以不工作吗？我可以不上班吗？那他刚开始都不理解，他说你没问题，你可以工作的。我说我不要听这句话。他说那你要听什么？我要听你可以不工作，我要听你会养我。那他就聪明了。所以我就每天问他100遍，我会死掉吗？好，而且我只准他说你不会死掉，而且我就跟他讲，当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可以。好，那最后他就学会了。他说你可以不工作，那我说不工作钱怎么办？他说反正你又不花钱，说我啦，反正我也不花钱，也的确是这样。那你又吃得很少，对，所以他说大不了他去当上班族，1个月3万4万都没有关系，一定可以养活我，因为我挺好养的。我听完了之后，恐慌就大幅改善了，有个依靠的感觉。对，所以恐慌症的人一定要跟你的伴侣、家属让他们知道，其实你也许累了，其实你是渴望休息的，其实你想得到他们的爱跟支持，其实你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坚强。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它不但是一个疾病，它更增添了一个人跟家人之间情感的连结。不然大家都以为你是无敌铁金刚。就像我一定要举个例子，钢铁人，他每天忙着拯救世界，最后他竟然是得到恐慌症。所以恐慌症叫钢铁人疾病。这真的是太坚强了哦！我觉得许医师真的完全说到我心里面的这些感受，都假装不害怕，然后什么事情靠自己，觉得自己应该要撑起来哈。其实真的是把自己撑得很辛苦，然后也不让别人有发挥的机会哈。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我对小范大哥有更多的好奇了哦，就是小范大哥其实恐慌症的症状，其实你自己也说过你在进步当中，而且你进步的幅度是蛮大的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小范大哥，就是你这个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你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回答马博士的问题之前啊，我先讲说刚刚许医师讲的那个我认同的部分，就是说后来我到那个食品公司去做业务主管的时候，其实那个老板是跟我爸爸是朋友，那我去了，那我属下有4、5个业务，那你许医师讲的那个承担责任，自己的责任承担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那时候不懂，后来好像那个业务做得不好，比如说他的业绩不好，他的货款收得不好，我就觉得说好像是我的责任，那时候就莫名其妙，听许医师这样讲，我就懂了，然后至于马博士刚刚的问题啊，就是说后来我认识了许医师之后，来到了这个团体，然后我就去上课，对不对？然后好像很多课都上，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但是我上很多课。那我必须讲的是说，后来我就当了志工，那当志工的时候，我真的很拼，很多同学都知道。那后来都当了志工团的副团长，跟最后变成团长。这一路就像马博士说的，那时候只是一个过程，我也不晓得什么事情。我记得我给许医师看门诊，许医师说你就不要管你的恐慌症，你就在这边学习成长。然后许医师讲了一句话，我还记得，我现在讲还蛮感动的。许医师说你一定会好，而且你好了以后，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所以陆续像马博士也知道，陆续我就上了一些新年丁的课程，对不对？然后一路啊没有很认真的学习，可是也当上了新年丁，变成去陪谈别人。那时候我又是一个感动，我从许医师手上借到那个我们认证可以拿到新年丁的那个的时候，我真的一要，比如说从70分一要到90分。你知道第2天我开高速公路啊，差点飙车。从害怕开对到高速公路会飙车。对，
真的就直接从70这样踩油门就压到90去了，100去了。不是，我不是说那个70，我是说我的病症的70分到对，那时候不止90了，100多了，那个时速是100多了。好，后来对，所以这里我要做2点的一个补充哈。所以刚才小范提到他恐慌发作的背后，我们这里要提到恐慌症的人的人格特质，基本上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对，他们其实是害怕跟别人冲突，是。所以刚才你提到那个业务啊，也许有一部分你对老板的一些做法不见得同意，可是你不想去起冲突。那也许刚才有一个业务做得不好，态度也许也不好，也许你是希望他走路，可是你其实又害怕去起冲突。好，所以我想恐慌症的人其实内在是很想要去做自己，可是他们常常太敏感、太重感情了哈。那另外一个，小范刚才也提到，很多恐慌的人，很多患者来问我，许医师，那我会一辈子都这样吗？好，所以我们再三跟各位保证，恐慌会好，你不会一辈子都生病。好，只要你慢慢回来面对自己，那寻求一个很好的医疗的过程，再三跟各位保证，恐慌症会好。一定会好，对，这4个字很重要哦。是，今天我们很谢谢小范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历哦，也谢谢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然后医生抽血出来就立刻说，这个应该是血液病，那时整个人其实是。快好像站不住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大家都吓坏了。那种时候就是去抽血的时候，就是血小板掉一半，血小板掉一半，然后这边就肿起来，我就很害怕再回去，所以就一直拖。我在医院大闹，在医院大闹，哇，什么意思？来，就是他们禁止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会鼓励每个家庭要先寻求协助。家庭成员之一的疾病其实是来自整个家庭动力，因为孩子是他的心灵是很敏感的，那甚至很多事情父母会以为他们都没有跟孩子说，可是常常孩子会透过生病来表达他内心无法被表达出来的这种情绪。